嫡姐不能受孕，央我替她侍寝。白日我与侯爷疏离客套，到了夜里便被扮成嫡姐模样送入他的房中。都说侯爷天性淡漠，可谁知他实习之位后便纠缠着我不放。燕青，姐姐在侯府虽是高价，可若一直没有子嗣傍身，终究是难以立足。姐姐容貌倾城，深得侯爷敬重，孩子迟早会有。迟早？我已经等不起了。我找郎中瞧过，是我的身子受过寒，不易少孕，所以我要你入侯府，替我侍寝。姐姐，剑青还是未出阁的姑娘，做出这种事，若是传出去，便没法做人了。况且侯爷那是何等样人，剑青万万不敢。你是不敢，还是不肯？姐夫，江侯爷性情冷峻，若是被他发现，剑青必死无疑。剑青，我记得你小娘身子不好，每日都靠药吊着才能续命，那药挺贵的吧？用在一个不得宠的姨娘身上，真是浪费。姐姐，你说，如果我让母亲断了你小娘的药，她还能活多久呢？剑青，你一向最乖，在侯府帮了姐姐，你小娘在家里的日子自然也会好过许多，懂吗？剑青，听凭姐姐安排。江姑爷每次来都叫人挪不开眼，生得那么好，年纪轻轻已这般位高权重，若能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个妾，这辈子也算熬出头了。翠蝶姐姐，你这般品貌，在咱们府里也是数得着的。既然有心，何不就趁今夜？是啊，姐姐，姑爷难得留宿，你找个由头去送些茶水点心，说几句提己话，没准真能得偿所愿呢。姑爷，让婢子伺候你，婢子什么都会。谁准你进来的？来人！谁给你的胆子爬本侯的床？怎么，吓着了？剑青只是想到侯爷的雷霆手段，心有余悸。放心，他是天性淡漠，对女色无益。只要你扮得像我，夜里灭了灯，他不会察觉。更何况我会给你准备好东西，让他失了神智。记住，在人前你是来陪我姐妹的四妹妹，在人后你便是我。是，剑青明白。下去准备吧，明日便随我入侯府。是，告退。侯爷回来了，这是我四妹剑青，知我私家心切，便特意接过来陪我住些日子。瞧见了吗？侯爷性子冷淡，对女色更是无欲。他的后院就我一人，连个通房都没有。姐姐福泽深厚，侯爷这是洁身自好，所以你要争气点，等你帮我生下孩子，我也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姐姐，已有合适人选了？我舅舅家的二表哥你见过吧？虽说娶过2任妻子，但家产颇丰，倒是你也并非完璧，配他算是高攀了。二表哥，那个棉花素柳，听说在榻上折磨死了2任妻子的魔头。怎么不满意？在内府里，庶出的姑娘若不听话，命可还没纸贵呢。剑青，多谢姐姐筹谋。一个要把我当牲口用的嫡姐，一个要把我折磨死的未来夫君。姐夫，江玉燮，你真的
如传言般不近女色吗？侯爷，妾身今日特意备了暖酒。裴剑清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的嗓音要捏得细一点，再尖一点，连这都不会，你是想害死我吗？姐姐，剑清已经在努力学了，可嗓子实在变不了那么多。我看你是在侯府住得太舒坦，忘了你小娘的药。出去，去院子里跪着，拿着冰水，好好反思反思怎么说话。若明早还学不会，你小娘的药汤便先停了。侯爷，侯爷，是他。怎么跪在这里？姐夫，剑清做错了事，长姐让剑清在这里反思一个时辰。穿这么少，不怕感染风寒吗？只要姐姐能消气，剑清没事的。回去歇息吧。他若问起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披着，你住在西厢房，回去路远，别冻病了。姐夫，那我洗干净后还你。不必，我不碰别人用过的东西，你留着也行，扔了也可。姐夫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菲斯小姐，住手！看那边。姐夫，我是想……不必多说，回去。四小姐，侧妃娘娘说，明儿一早要检查您的嗓音，若再学不会，那要告诉姐姐。剑清记下了。阿玉，我要变得比他更像阿玉。姐姐，这太不知廉耻了！侯爷那人天性冷淡，你若不引诱他，他根本不会起那种心思。我在酒里加了双份的料，药效很猛。剑清，今晚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侯爷，怎么来我房里了？侯爷，我今日想你了。你是谁？侯爷，我还能是谁？自然是阿玉啊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真的实操起来，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木钝，连接吻都不太会。抱歉，忍不住了。青青，我弄疼你了吗？这是嫡姐的小字，她是在喊她名义上的夫人。初见她时，她身着喜服迎娶嫡姐，那时嫡母指着我的额头说，江玉蟹这样的人中龙凤，我一辈子都攀不上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一夜我竟真的在她的榻上。姐夫，我刚刚喊了他什么？姐夫，若他清醒过来，我必死无疑。这药果真厉害，否则以侯爷那样清冷的性格，怎么可能碰你？去，回屋把枕头垫在腰后躺着，1个时辰内不许乱动。怀不上孩子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是。侯爷，您尝尝这个。屋里暖和，四小姐怎么还戴着围顶？回侯爷，剑清昨夜受了些风寒，嗓子不适，怕过了病气给姐姐。剑清就是太体贴了。侯爷，您昨晚也是辛苦，这鸡汤是妾身亲手炖的，您多喝些。剑清，你看，侯爷清醒过后，连看都懒得看你。他昨晚肯碰你，只是因为把你当成了我而已。
你明白吗？不要以为上了他的床，你就是这侯府的主人了。你不过是个会走路的药疹子，记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剑青明白，剑青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去吧，回你自己的厢房待着，别在这碍侯爷的眼。姐夫，抱歉。疯了，真是疯了。既然侯爷今日心神不宁，剑青，今晚你继续去。娘娘，侯爷平时10天半月才肯同房一次，昨晚刚闹一宿，今夜再去，侯爷怎会愿意？我自然清楚，侯爷极为克制。我就是要让他去碰碰灰，让他记清侯爷看不上。侯爷，妾身想给您送碗羹汤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我还要去书房处理正事，会弄得很晚。原本该听他的话立刻离开，可我的厢房冷得像冰窖。既然他要去书房，那里的银炭总是暖和的。枕着桌子睡，不嫌冷吗？都困成这样了，好好睡上一觉。侯爷，青青，要是不困的话，那等一下再睡吧。也好，多来几次，尽早怀上孩子才是正事。他以为他在利用我，却不知我已经在侯爷的心里扎下了根。孩子，姐姐，我会给你一个孩子的。剑青，今夜侯爷就不用你伺候了，我自己来，你先回去吧。来不及了，快钻进去！在里面待着，不许乱动。侯爷，您回来了。今日事多，有些累了，你回去睡吧。侯爷，那我给您解解乏好不好？我……听玉，你回屋去。不是让你回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已经不累了。青青，他刚才喊的是青青，他是叫错了吗？还是他早就知道了？剑青，你给姐姐准备了什么？是。愿嫡姐和姐夫如同这并碧莲，琴瑟和鸣，共沐春秋。好，绣得真好，妹妹有心了。小姐的手艺真是越发好了。剑青，你是我几个妹妹中最听话的，日后我也帮你觅个侯爷这样的家婿如何？剑青自知身份卑微，配不上侯爷这种高门显贵，日后只想找个平头百姓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剑青，剑青，这是我娘做的茯苓糕，还热乎着。啊！
谢公子，请放手。表叔，难为三侄如此用心，还给我带了这个，我就笑纳了。剑清，我今夜会尽早回房。侯爷，青青哭成这样，真可怜啊！青青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皇上派我南巡，得过2个月才能回来，你且等一等我好不好？等我回来，堂堂正正的和你在一块儿。侧妃娘娘，四小姐的身子虽无大碍，但可能是太过紧张，才久久未能怀上。裴剑清，你是不会下蛋的母鸡吗？我忍痛将夫婿分享给你，整整1个月了，你却连个孩子都怀不下。姐姐息怒，剑清身子卑贱，大概是无此福分。我让你喝的那些秘方，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剑清，过来。剑清，你的命可真好啊！恭喜你攀上高门，要成亲了。对方是侍郎府的3公子谢旭。谢旭，那个在湖边的少年。姐姐，我已经是侯爷的人了，怎能再嫁？谢家要冲喜，谢三指名道姓，只要你。父亲已经应下了。剑清，这门婚事是你高攀了。至于江逸谢，你不过是个通房都算不上的替身。他南巡回来，你早就成了谢夫人。他难道还会去谢府抢亲不成？江逸谢，你让我等你回来，可我就要嫁人了。剑清，我知道成婚前不能相见，但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，忍不住过来偷偷看你一眼。谢公子快回去吧，被人瞧见就不好了。看一眼就好了。剑清，谢家虽大，但谢旭的余生只你一人。快看，那是侯爷的亲卫，江侯爷提前回京了。侯爷公务繁忙，还特意赶回来参加裴府嫁女，真看重裴府啊！可见侯爷与夫人当真是情深意重。情深意重，他是回来抢人的。侯爷入宫赴任，闲杂人等让路。新娘子，谢府到了。礼成。床下有什么东西？老鼠还是谢家的某种习俗？夫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青青，离开前你明明答应等我回来的，怎么我回来了，你却出嫁了呢？侯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怎敢在新婚夜绑了我，同我的夫人圆房？你的夫人？三侄，你可知她在我踏上承欢时叫的是谁？青青，我这三侄并非两辈，她在外头惹了多少风月债，你不知道吗？江
江玉溪，你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第一次就知道了，自始至终都清楚。原来那些雪夜的偶遇，书房的温存，深夜的缠绵，他全都知道对面的人是谁。我此番南巡，平定匪患，只向皇上求了一件事，允我和离另娶。和离？裴廷玉，姐姐不会答应的。由不得他。青青，为了你，我连姐夫都不想当了，你却想当我的侄媳。青青，你上次在我房里明明抱着我喊夫君的，我做你的夫君不好吗？可那是假的，我是为了小娘，为了活命。不晚。侯爷，你该走了，这里是谢府。我会让你同谢旭和离，然后我们光明正大的成婚。现在我们要把欠我的新婚夜补回来。三公子昨夜定是累坏了。抓贼呀！快来人！新房出事儿啦！青青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不管是谢府还是裴府，谁也别想再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和离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开始，世上再无谢夫人，也无裴四小姐。侯爷，剑青坏了名节，已经是残花败柳，您何必为了我坏了与谢家的情分？谢家不配，我只要你。鱼儿上钩了，喜欢？不，小娘说，永远不要把心交给一个男人，你要假装爱他到让他信服，但千万不要骗过自己。选他不是因为他权势滔天，只是目前权衡利弊后最好的结果罢了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没有裴廷玉，没有嫡母，只有我。只要有侯爷在，哪里都是剑青的家。这侯府夫人的位置，姐姐坐的，我也坐的。江一泻，既然你非要给我这泼天的富贵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裴大人，你们裴家好教养，新婚之夜，新娘子竟然逃婚了，这传出去，我们谢家的脸往哪儿放？亲家母息怒，剑青那孩子一向胆小，断做不出这种事儿，定是被歹人劫持了。歹人劫持？那劫匪穿的是绛红官服，穿的是江家的靴子。雪儿，这种混话不可乱说。江侯爷是你的亲表叔，更是剑青衣的嫡姐夫，他怎会？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昨夜掐着我的脖子，就在床板头和我的夫人。疯了！你疯了！谢家那边来人了，怎么说？说是四小姐新婚夜失踪了，谢家不敢声张，只对外说是新娘子疾病暴毙。暴毙！好一个暴毙！我的好夫君，昨夜入宫复命，至今未归，连他的亲随也都不见了踪影。裴剑青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侯爷，您昨晚去哪儿了？剑青呢？那个裴剑贱人呢？青是谁？夫人今日病得不轻，竟在府内胡言乱语。侯爷，我那好妹妹怕是死在侯爷床上了吧？您敢让我去搜您在京郊的那座雪庐吗？裴廷玉，注意你的身份，本侯的别院也是你能随意掷回的。
青青，外面冷，怎么出来了？侯爷，这里虽好，却终究不是剑清该待的地方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是谢家已经暴毙的儿媳，是裴家丢脸的庶女，更是侯爷的姨妹。这重身份像刀子一样搁在剑清心里。侯爷，您放我走吧，随便把我扔在哪个乡野农庄，自生自灭也好。没有人能让你自生自灭，我会合理，会娶你，让你名正言顺地站在我身边。合理？江家与裴家是御赐姻缘，侯爷这是要为了剑清自毁前程吗？前程固然重要，但没有你，这前程要来何用？姐夫，别再喊我姐夫，青青，喊我的名字，玉屑，或者夫君。玉屑。他喜欢温柔的，我便给他温柔；他喜欢禁忌的，我便给他被盗。玉屑，哼，他不会知道我是怎么废了他侧妃的身子，又是怎么算计着走进这血炉的。玉屑，今日京中可有什么关于我的流言？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侯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玉子嫁入江家虽无子嗣，但也算亲结持家。你如今南巡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和离。我与裴廷玉本就是一场名不副实的交易，如今我有了真正想要共度一生的人，这名分我必须守护。荒唐！荒唐！这婚事是皇上亲赐，你若和离，便是藐视圣恩。更何况，难道真的如流言所说，是为了剑清？裴大人慎言，剑清如今在何处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只需要在那份书函上签了字，裴府未来的3个缺职，本侯自会打点。你疯了！你这是要拉着裴家一起去死！和离？江玉屑，你想和离去娶那个贱人？娘娘，你先把剪刀放下。侯爷他许是一时糊涂。他不是糊涂，他是着了魔。他以为裴剑清是个什么好东西。我怀不上是因为剑清，一定是他抢了我的夫君，还要抢我的位置。江一线，只要我一天不死，他裴剑清生是我的替身，死也进不了江家的祠堂。被叫，我要入宫见太后，我要让全天下知道，江侯爷为了一个庶女，要逼死正妻。姐姐，真的自尽了？他没死，只是划破了皮肉，故意给宫里的人看。青青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划破皮肉，真是我的好姐姐，还没学会怎么真正狠下心来。她这一闹，太后必然介入。江一泻，只有当你被逼入绝境，发现什么都阻碍我们时，你才会更疯狂的想要那个证明。玉泻，要不我们就算了吧。我守在这别院里一辈子，只要能看见你，名分不重要。算了，不，他闹得越大，我就越要这和离书名正言顺。他以为皇权能保住他的位置，他错了。林姨娘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，把江侯爷迷得神魂颠倒，如今连家都不要了。四小姐一向乖巧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他抢了我的男人，躲在别院里享福，让你在这儿受罪。每日断他一半的药，我就不信裴剑心那个孝女能看着亲娘在这活活等死。小姐，侯爷说外面危险。我若不现身，我小娘活不过今晚。在外面等着，1刻钟后接应我。姐姐，别叫，金针入血，神仙难救。裴剑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！姐姐，我给你的药滋味如何？你是不是觉得最近胸口发闷，夜夜噩梦？
我给你的看着补药里加了点东西，你若乖乖放了我小娘，送她去血炉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不然，你这副容貌还能留多久？江玉燮连正眼都不看你，你若成了丑八怪，裴家还会保你吗？你不是剑清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那个在冰水里泡了1个时辰还没死的恶鬼。姐姐，放人。裴听玉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所仰仗的一切一点点崩塌。侯爷，深夜带兵，这是为何？朝廷重犯潜入裴府，本侯奉旨拿人。开门。侯爷，裴大人早已歇息，府内断无重犯，求侯爷明察，万万不可呀！我看今天谁敢拦？撞开！江玉燮，你目无尊长，纵兵为辅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我的人若是掉了1根头发，本侯不介意让裴府见见血。玉燮，他是重犯，他私闯民宅，他刚才想杀了我。侯爷，你带他走就是包庇。本侯让你闭嘴，带林夫人上车。至于裴大人，明早入宫，本侯自会向皇上解释如何搜查这通敌卖国的裴府。为了个庶女就要灭我满门！对不起，我害你惹了麻烦，我不该回来的。以后不许丢下我。青青，为了你，灭了裴家又如何？姐姐，这就是你倚仗的门第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他脆弱的像一张废纸。很快，我会让你连这张废纸也保不住。剑清，侯爷待你虽好，可那毕竟是你的嫡姐，闹得这么僵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小娘放心，我会给自己寻一条生路。只要他在位1天，我们就不得安宁。是时候去给姐姐送最后一味药了。你是剑清？不，我是剑清。那个贱人偷了我的脸，他偷了我的脸！姐姐，剑清来看你了。是你？你还没死？你回来是要挖我的心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冷静点儿，剑清是来报恩的，别伤害我。住手！有鬼！剑清变成了恶鬼。侯爷，侧妃娘娘这是癔症，心火攻心，加上许平日里心思太重，已然神志不清了。玉燮，别怪姐姐，她只是病了。若是送去偏远的庄子静养，许是能好些。他留在京城只会伤到你。传本侯口谕，侧妃裴氏突发癔症，恐伤圣体，即日起送往京郊庄子静养，非死不得出。是。姐姐，那个庄子就是我为你选的坟墓，你的时代结束了，我的才刚刚开始。臣江玉燮，请旨和离。裴氏听谕入府多年，无所出，且近日神志不清，实难再居侯夫人之位。皇上，江侯爷此乃欺君，他南巡归来，在新婚之夜潜入谢家，强夺庶妹裴剑清。江侯，朕一向倚重你，可裴青所言，你强夺庶妹私藏于别院，可有此事？臣与四小姐情投意合，裴氏逼迫庶妹替其侍寝，此等德行败坏之举，臣实难忍受。臣求娶剑清，非为私欲，而是为正纲常。纲常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要抗朕赐婚的旨？江玉燮，你真当朕不敢办你？
玉屑，皇上发怒了。他不是气我好色，是气我竟然有了他掌控不了的软肋。青青，他要我把你交给谢家落案。若剑清的死能平息盛怒，剑清甘愿。胡说！哪怕是丢了这侯爷的位置，我也保得住你。丢了位置？不，那太可惜了。既然皇上怕你有了软肋，那我就让你变得更强，强到连他也不敢动你的软肋。信送出去了吗？已送往谢府谢老夫人手中。按小姐的吩咐，告诉她，只有小姐活着入侯府，谢续新婚夜被辱的事才会被永远尘封。很好，告诉谢家，明天上折子，求皇上成全江侯爷与裴氏庶女。玉屑，你只管在前面冲锋，后方的火我来帮你灭。这就是那个让玉屑哥哥发了疯的裴氏庶女，生的倒是有几分狐媚，难怪能做出勾搭姐夫这种不知廉耻的事。公主教训的是，剑清卑贱，配不上侯爷。侯爷为了剑清，不仅抗旨，还说若不能迎剑清入府，便要自请出京，去那荒芜北地。剑清实在惶恐，他要自请出京，为了你。侯爷最近脾气暴虐的紧，凡是劝他的人都被他打了出去。他还说，谁若敢阻他娶剑清，他便要与那人同归于尽。我要的是一个清贵优秀的驸马，不是一个为了妖女杀红眼的疯子。玉屑哥哥以前虽轻冷，但也算克制，如今竟如此疯魔，我若嫁过去，那贱人挑唆他对我动手怎么办？公主千金之躯，理应配这世间最英武的男儿。侯爷如今以为剑清失了神智，剑清实在不忍心看公主踏入火坑。回宫。裴剑清，你可知罪？公主不可！母后，儿臣不嫁了。江玉锁为了个狐妹子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儿臣贵为公主，绝不与这种疯子成婚。明阳，你前几日不是还哭着要见他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儿臣觉得恶心。母后，您快劝父皇撤了儿臣与江家的婚约，别让儿臣受这等羞辱。此事本宫自有计较，你先回宫去。如此失态，成何体统？裴氏，你也先退下。皇上撤了婚约，虽然赐死了我，但和离书他默认了。青青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是告诉公主，侯爷爱我如命，是个顶好的男子。公主大抵是觉得剑清配不上侯爷，气走了吧？傻丫头，傻的是你们。玉屑，你看，皇权也不是那么难对付，只要找对了路，连公主也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大家快看啊！这就是我谢三新婚夜娶的好娘子，她不是我的妻，是我的三婶儿。大婚之夜，我的亲表叔江侯爷就在我的床头把我打晕绑了，要跟我的夫人圆房。天哪！江侯爷竟然做出这等背道之事！那裴家庶女定是个狐妹子，竟引得叔侄反目。此等淫妇，理应进猪笼！交出来！把那裴氏妖女交出来！这种败坏纲常的贱人，活在世上就是晦气。江侯爷被妖术迷了魂，咱们替天行道。谢续，你这一刀扎得真准。裴听玉，你以为用这招就能杀了我？你忘了，置之死地才能后生。青青别怕，我杀光他们，我带你走，咱们去边关，谁也找不着。玉屑，你走不掉的。谢家已经联名上奏要把我沉塘，你若护我，便是谋反。那我便反了。没事了，小娘。小娘，待会儿我会让人送你走。剑清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干傻事。我没干傻事。既然他们想要一个交代，那我就给京城一个交代。姐姐，谢续是你借来的刀，而你是我养大的猎物。明天法场见。陈塘，让他去给列祖列宗谢罪。我看谁敢动！侯爷，这是谢府状告，皇上默认的，您别为难下官。谢罪。剑清确实有罪，剑清罪在不该太听嫡姐的话。
罪在不该在雪夜被迫穿上姐姐的衣裳，爬上姐夫的床，只为了给不能生育的嫡姐怀一个稳固地位的种。玉树妹侍寝，不能生育，天理难容啊！这是我嫡姐亲手打的，因为我没能怀上孩子。谢旭，你说我水性杨花，恨我想杀我，那你可知我的好嫡姐曾亲口说，等我生了孩子就把我毒死灭口。这些是当年被姐姐打死的婢女翠蝶的家人供词，是姐姐买通郎中开假药方陷害庶女的铁证。你们说我淫乱，我在这侯府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使，你们在哪儿？我被嫡姐推入深渊时，冥界2个字在哪儿？天哪，竟然是嫡姐逼妹侍寝，这也太丧心病狂了！江侯爷原来是为了救她出苦海啊！没想到我的青青竟然在这一刻反杀得如此漂亮。这侯府夫人的位置本就是欠你的。裴天玉，你不仅无子，更是蛇蝎心肠，传本侯令，裴氏毒杀人命，送大理寺法办。是。姐姐，庄子太远了，我还是觉得大理寺的死牢更衬你。你这个魔鬼，是你算计我！江玉说根本不知道真相，你是怎么骗过他的？他知不知道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现在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他把我从你的手里救了出来。姐姐，永别了。从今日起，剑清便是这府里唯一的主母，见他如见本侯，若有半分怠慢，裴氏便是你们的前车之鉴。陈嬷嬷，我记得我第一天入府时，你曾说我这身皮相顶多值几两银子。老奴该死，老奴有眼无珠，请夫人恕罪。恕罪？你确实该死。来人，陈嬷嬷年事已高，记性不好，打发去马厩刷马，这辈子都不必回内院了。青青，终于没人能阻碍我们了。玉屑，外头的人一定在骂你昏庸，你不在乎吗？我只在乎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即便背负骂名，我也甘之如饴。甘之如饴？既然你愿意宠着我，那我就借你的手，把这京城搅个天翻地覆。剑清，不，侯夫人，回府了怎么不早说？为父好让人准备。大人客气了，我今日回来是接我小娘走的，顺便有些账想和母亲算一算。裴剑清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嫡母，即便你成了侯夫人，你也是从裴家出去的。嫡母？姐姐逼我替身侍寝时你在哪儿？姐姐在法场害我时你在哪儿？母亲，你那库房里藏着的我小娘的嫁妆，还有这些年你克扣的月钱，我给你1个时辰，原样补齐。你敢？那些东西早就填了你姐姐的亏空，不还也可以。正愁没理由上折子参父亲治家不仁，纵妻贪墨。母亲若想让裴家满门下狱陪姐姐，剑清不介意大义灭亲。还不快去拿！你想害死我不成？小娘，别受这些破烂了，侯府里有最好的。剑清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些？狠一点才能活。当年他们搓磨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能再欺负我们，谁也不能再让你跪着。姐姐去了感业寺，母亲失了家财，父亲，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王管事，这3年采买丝绸的账，比市价高出了3成，那1万两白银，是落进谁的兜里了？这是侧妃娘娘，不是裴氏之前的交代，老奴只是奉命行事。既然是奉命行事，那便去感业寺找裴氏要吧。来人，送王管事去京兆府领板子，吃里扒外的狗，侯府留不得。夫人饶命，侯爷饶命！月儿，你是姐姐最信任的人，如今姐姐去了，你倒是个聪明的，知道跑来我跟前投诚。奴婢自知以前对夫人多有得罪，如今只想洗心革面，求夫人给条活路。活路？你怀里藏着给感业寺的密信，这叫活路？怎么了？这种小事还要劳烦你亲自处置？一些，月儿想告诉姐姐，说我虐待侯府旧人，说你被我迷了心窍。姐姐在寺里修行，还得为这些俗事操心，我这做妹妹的实在心疼。乱嚼舌根的奴才，拔了舌头扔到庄子里去。拔了舌头倒是不必，显得残暴。
玉儿既然这么想姐姐，那便送她去感业寺陪姐姐吧。只是姐姐那样的性子，得知玉儿出卖了她，恐怕玉儿的日子会更有趣些。你呀，总是心软。玉屑，你觉得这是心软吗？让两个疯狗互相撕咬，才是我最想看的戏。于蟹啊，虽说这裴氏是平妻身份，可终究是那样的来历。这主持钟会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三叔公顾虑的是，剑清出身卑微，自然比不得姐姐名门气派。不过剑清前些日子查账，发现三叔公家去年在侯府支取的5000两修缮费，似乎还没对上号。各位长辈，玉溪性子直，以前对家里照拂不到的地方，剑清都补上了。这是各房今年的分红，比往年加了2成。剑清只想求个耳根清净，没意见吧？侯夫人深明大义，夫人持家有方，我等心悦诚服，咱们自然是支持的。青青，今日在堂上，我竟觉得你有些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是剑清表现得太凶，吓着玉屑了吗？我只是怕他们欺负我，更怕他们看清了你。我是怕你太累，以后这些琐事交给下人做便是。累？怎么会累？这种玩弄权力的滋味，比那画册里的东西迷人100倍。玉屑，你还没看到真正的我呢。夫人，这是按照您的方子新调的药，那避子汤已经停了半月了。半月了，这身子该调理过来了。姐姐在寺里想必日日诅咒我不得好死，我若不生个江家的嫡子，岂不是对不起她那份咒骂？剑清，孩子的事急不得，侯爷虽疼你，可若是此时怀上，外头那些难听的话，怕是又要掀起来了。外头的话，小娘，这世间的事从来是母以子入，只要我肚子里有了江家的种，谁还敢说那是强取豪夺？他们只会争着来讨好这位未来的侯爷之母。今日入宫见太后，受委屈了。剑清坏了侯爷的名声，太后罚我抄经是应该的。只是剑清以后怕是不能陪侯爷去参加那些宴席了，省得给侯爷丢脸。丢脸？你是本侯名正言顺的平妻，谁敢说你丢脸？可平妻始究不是正妻，在别人眼里，我裴剑清永远是那个顶替了姐姐位置的贱婢。玉屑，剑清不怕苦，可我怕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指指点点。不会的，青青，不会的，我会上折子请旨，裴氏已封，此生不得归。我会立你为唯一的正室夫人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正妻嫡子，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虚妄的宠爱，而是这江侯府万世不拔的根基。侯爷，月儿在那边受不住刑，招了。他说，侧妃当年不能受孕，似乎不仅仅是天意，药渣里查出了长期服用寒凉之物的痕迹，而那些补药一直是四小姐亲手熬制的。为了小娘，为了上位，连自己的亲姐姐都能算计到这种地步吗？裴剑清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张面孔？玉屑，怎么不点灯？看这参汤都快凉了。青青，你教教我，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在算计别人的时候，还能露出这么干净的笑容？玉屑，你在说什么？剑清不明白，侯爷既然都查到了，又何必来问剑清？我是算计了你，还是算计了这泼天的富贵？可侯爷，您不也是甘愿被我算计，才得了那一夜又一夜的快意吗？你终于肯说实话了。实话，实话就是，我若不狠，现在死的就是我。侯爷要杀了我，给姐姐报仇吗？杀了你？不，我要把你永远关在这府里，看你还能翻出什么风浪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并臂连图，还是血液罚跪？裴剑清，你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？真话？
真话就是，那夜我确实冷得快死了。如果没有这张脸，这身皮肉，侯爷现在还会掐着我的脖子，还是会像扔掉翠蝶一样，让我烂在泥里。侯爷，您爱的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替身，还是我这个敢亲手毁了嫡姐的恶鬼？事到如今，您若觉得恶心，休书一封，剑清绝不纠缠。休书？你想得美！你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，现在想全身而退去过那平头亳姓的日子。我不想走，既然侯爷知道我心狠手辣，那正合你意。朝堂上那些弹劾你贝德强夺的折子，除了我，谁能帮你？侯爷，名单已查明，他们要在冬至大典上以妖女乱纲为由，请旨废了你的平妻位。带头的可是礼部侍郎陈大人。是，他一向自诩清流。清流？陈家的嫡世子，半年前在赌坊欠下巨债，是我裴家的管事帮他平的账。陈夫人私下里放印子钱，逼死过3条人命。这些脏事，我以前在裴府听的耳朵都起茧了。玉谢，既然他们说我是妖妃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妖妃是如何杀人的。这些证据，今晚就能送到大人的枕边。你什么时候搜集了这些？在我想着如何坐稳这侯府主母位置的第一天。你确实可怕，可我竟然觉得这样的你更让我疯狂。这醉身灵的滋味，阁下觉得如何？你早就知道有人要来。这香炉里的香是我特意调的，只要内力越深的人闻了便会筋脉尽断。玉谢，这就是陈侍郎最后的底牌。看来陈大人不仅放私钱，还和南方的叛军有勾结。这下不是我们求皇上放过，而是皇上要谢谢咱们帮他抓了条大鱼。青青，你救了我一次，若没有这香，我今晚怕是要受重伤。玉谢，我算计天下人，唯独想保全你，因为你若是倒了，我和小娘便真的无处可去了。仅仅是因为权势吗？或许也是因为这世间只有你，在知道我是个恶鬼后，还愿意抱紧我。哪怕你是毒药，我也甘愿饮鸩止渴。夫人，这药性极强，您真的要亲自试？不亲身中毒，江岩谢如何能下定决心彻底铲除裴家余孽？不亲身赴死，皇上又如何能相信我这妖女也是受害者？青青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青青，青青。玉叔，别哭，我算了日子的，死不了。你算准了毒性，算准了太医赶到的时间，也算准了我会发疯是吗？裴剑清，你连命都要拿来算计我。我只有这条命能拿得出手了。他们要在谢家忌日那天动手杀我，我不过是将计就计。如果不弄死裴家那些还在蹦跶的人，我们如何能安稳？既然你要这泼天富贵，我就送你上去。谁要你的命，我就要谁满门抄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裴氏剑清，书慎性诚，深明大义，感其护肤有功，特册封为江侯正一品夫人，赐凤冠，追封其母林氏为3品诰命。臣妾领旨，谢主隆恩。从今日起，谁若敢在意夫人的出身，便是与我江义谢为敌。青青，你终于是我的了，名正言顺，生死同波。玉谢，若有一天你发现我不仅算计了裴家，还算计了你的前程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若是怕被你算计，当初在大婚夜就不会去抢人。青青，这辈子我认栽了。江玉溪，既然你认栽，那我就用这双手帮你守住这万里河山。但若是有一天你负我，我也绝不手软。夫人，
严阁老联名了18位言官，要在明日大朝会上，以败坏门风、祸乱纲常为由，请旨将您贬入冷庙，终生幽禁。严阁老，他那刚满16岁的妖孙在青楼失手打死了人，这事儿他以为压得住？还有那个陈言官，背地里倒卖官盐。剑清，咱们消停些吧。你如今已经是正妻，何必非要和这些朝臣对着干？小娘，他们要的是我的命，是你的诰命，更是玉屑的前程。我若不坐稳这妖妇的名头，他们就敢把我撕碎了吃。告诉玉屑，明早朝堂上，谁若是叫得最响，就先拿谁开刀。是。皇上，江侯爷宠爱妖妇，强夺庶妹，此乃动摇国本。若不严惩裴氏，大王礼教何在？陈大人对礼教如此推崇，那不知陈大人私下倒卖官盐，克扣赈灾款时，礼教又在何处？江青，你这消息倒是灵通得很。臣之妻亦是臣之盾，若有人想动臣的盾，臣不介意先折了他的手。裴剑清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严阁老已经搜集了你在裴府下毒害人的证据，你活不了几天了。公主说的是，不过剑清听说严家妖孙最近在城外庄子上养病，其实是杀了人不敢回京吧？那被杀的好像还是公主乃严家的侄儿。他严家敢杀我的人！剑清这儿有些证据，不知公主敢不敢去皇上面前要个公道？严阁老近日在殿上吐血了，名扬闹到了皇上面前，严家妖孙被判了斩立诉，严阁老也因教子无方被降职。青青，你这招借刀杀人用得真好。玉屑，我早说过，我会做你的利刃，只要能保住我们的位置，哪怕双手沾满鲜血，我也无悔。你真让我害怕，却又让我爱得要发疯。那就一起发疯吧，在这乱世，清醒的人活不久。裴氏，严阁老联名18位老臣弹劾你，说你入侯府以来，江侯爷屡次抗旨，朝堂不宁，你可知罪？剑清自知出身微贱，引得朝堂非议，万死难辞其咎。但侯爷抗旨非为剑清，而是为了肃清裴家多年隐匿的贪墨之罪。剑清只是那个递上证据的人。巧言令色！你勾引姐夫在先，他强抢直妻在后，这等秽乱纲理之事，难道也是为了肃清贪墨？公主，名节2字，剑清早已不敢奢求。可若腹中孩儿尚未出世，便要背负秽乱之名，剑清愿以死明志。孩子，裴听云入府3年无子，你刚入府几月便有了？许是上苍怜悯，剑清这具在冰水里泡坏了的身子，竟也求得了一丝福报。只是如今严阁老要剑清的命，这孩子怕是没福气。江夫人，快扶住！太后娘娘还等着问话呢。玉溪，保住孩子，别为我谋反。快去禀报太后娘娘，江夫人肚子里的怕是江家绝后的命根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速去传太医，小心挪动，送去最近的暖阁。他们动你了吗？皇上撤了严阁老的折子，太后亲自传旨保你。青青，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他们，侯爷求子心切，连上天都感动了。你怀上了，真的？真真假假重要吗？只要太后觉得是真的，严阁老的折子就只能是废纸。至于这孩子，玉屑，你可得更努力些才行。裴剑清，你真是个疯子，可本侯偏偏就吃你这一套。恭喜侯爷，夫人确实有喜了。脉象虽弱，但确实是喜脉无疑。当真？赏！全府重赏！奴才遵命！恭喜侯爷，贺喜夫人！玉屑，你瞧，这假话信的人多了，假话也就成了真。夫人，裴大公子已经在赌坊输光了所有地契，现在正急着变卖裴家老屋里的那批官料。官料？那是裴家勾结严阁老倒卖的御用之物。告诉裴大公子，有人愿意出3倍价格收，但必须明早辰时在西郊码头交货。父亲当年为了仕途可以卖了我，如今我也该送他的长子一份大礼。青青，这个孩子我会请旨封他为世子，
你申家的大功臣。那若是个女孩呢？只要是你生的，我江玉蟹有的都是她的。玉蟹，裴家那些人还在京城一日，我这心里总是不安。明早西郊码头有个叫姓裴的重犯要倒卖赃物，侯爷能替剑清分忧吗？既然他找死，本侯便成全他。快，手脚都利索点，趁势就要装船。裴大公子私吞御用物料，勾结乱党，这罪名够你死10次了。我妹妹是侯夫人，江玉蟹，我是你大舅哥。正是因为你是剑妻的兄长，本侯才要亲自送你上道，以免你污了他的名声。皇上，臣妾今日检举生父与长兄，实乃忍痛割爱。臣妾入府后查得裴家勾结严阁老之铁证，不敢隐瞒。裴氏门风不正，剑清愿代父有状。裴氏，你倒是比满朝文寡都要忠诚。起来吧，你怀着江家的后，朕不降罪于你。裴家父子贪墨误国，即日查抄。父亲入狱了，严家倒了，裴家也彻底干净了。青青，从此这京城再无人能欺辱你。玉蟹，你看，雪终于停了。姐姐、父亲、兄长，你们在下面团圆时，记得看看我是如何坐稳这人间最高处的。江玉蟹，你疯了！我是你岳父。岳父，本侯的岳母是林诰定。至于你，一个倒卖军粮、草菅人命的罪臣，也配？父亲，别烧了，那些信的原件早就在我手里了。是你这个孽女，你出卖亲爹！父亲当年为了讨好严阁老，将我推入冰水桶里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你为了官位害死陈姨娘，逼疯六妹妹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血脉亲缘？全抓了，你父亲在狱中疯了一样咒骂你。他骂得对，我确实是孽女。玉蟹，你怕吗？一个连亲爹都敢送上绝路的女人，你也敢抱在怀里？怕，我怕你哪天也这么算计我。可我发现，如果你要算计我，我连反抗都不想。青青，咱们生来就是一类人。不也，咱们不是一类人。你是为了爱发疯，而我是为了活得像个人，才不得不发疯。剑清，为父错了，你救救我！你去求侯爷，去求皇上，我是你爹啊！救你，父亲，你忘了，那些证据是我亲手呈给皇上的。那张检举你贪污两怀盐税的名单，是我熬了3夜整理出来的。你为什么这么狠？因为我记得那年我5岁，小娘病得快死了，我跪在书房外求你给点药费，您做梦，一脚把我踹进了雪地里。父亲，这杯酒是我专门为你调的，喝了它，裴家在九泉之下团圆时，记得告诉姐姐，我过得很好。干净了？还没，姐姐在感业寺，母亲还在牢里。玉溪，只有当裴家这2个字彻底从京城抹去，我才觉得空气是甜的。好，随你。裴剑清，你这丧门星，你竟敢带着外人来抄自己的家！你死后有何颜面见裴家列祖列宗？颜面，母亲，裴家那些祖宗若是有灵，瞧见你教出的好女儿裴听月杀人灭口，瞧见你帮着父亲倒卖军粮，怕是早就气得掀了棺材板。把夫人手里的东西拿过来。母亲，你以前最爱说我是贱种，说我不配传丝绸，今日这句话我还给你。来人，给她换上最粗的麻衣。她既然这么喜欢做裴家的主母，那就守着这废墟过完下辈子吧。怎么，心软了？不是兴奋。玉溪，看着他绝望的眼神，我竟然觉得浑身舒畅。我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，心肠全黑了？黑了又如何？我陪你一起烂在地狱里，只要你高兴，裴府那块地我让人翻了种花。姐姐、母亲、父亲，
裴家这3个字终于在我手里碎成了灰，扬在了风里。很好，接下来就轮到感业寺里的那一位了。姐姐，别挠了，墙不会疼，疼的是你自己。裴剑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把父亲害死了，你不得好死！父亲死前说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宠成了这副蠢样。姐姐，你以为谢旭还会来救你吗？他昨天已经娶了礼部尚书家的女儿，洞房花烛早忘了你是谁。不可能，他爱我，玉屑也爱我。玉屑爱的是那晚在雪地里摔倒的人。姐姐，你在我房里安排春钩图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会用你教我的招数，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我？这钗子上有毒。姐姐，裴府的人都在等你，喝了这杯茶，你还是裴家的嫡长女，死在佛门清净地，名声总归是好听些。结束了。姐姐去了，裴家终于没人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只有我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重新开始。玉屑，只要我的秘密没被揭开，咱们确实能好好的。可是，有些血是永远化不掉的。青青，这些东西本侯已命人封存，你若想要什么，尽管拿走。不用，裴家的东西沾着我小娘的泪，我一件也不想要。小娘，从今日起，裴家再也锁不住你了。父亲，你临终前说我这个孽女会遭报应，可你看，我现在坐享荣华，而你连个入土为安的地方都没有。裴家已经没了，以后你的名字只会出现在江家的族谱上。玉屑，外人都说我心狠手辣，你难道不怕哪天我也这样对你？我若怕，那晚便不会去谢府抢亲，哪怕你是浊酒，我也甘愿饮下。进。侯爷，在查抄裴府密室时，发现了一封藏在夹层里的旧信，关于林夫人的真实身世。玉屑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公事而已。早些睡吧。玉屑，你也会有秘密瞒着我吗？看来裴府虽倒，但这风还没吹完呢。若是让皇上知道，她是前朝余孽的女儿，侯爷，此乃满门抄斩的大罪，为了侯府，林夫人和裴剑清不能留。放肆！谁敢动她？侯爷，若是裴家还留了阁稿，或者那裴夫人临死前将消息传了出去，您就是通敌谋反。不，就算豁出性命，我也一定要保住她。玉屑这2日总是心神不宁，她在想什么？难道与我和小娘身上这胎记有关？小娘，你以前说你在入裴府前是在江南流浪，太久了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娘临走前叮嘱我一定要藏好耳后的胎记，绝不能让人看见。看来我这个裴府庶女不仅流着血，还流着高贵的血。玉屑，裴府查抄的文书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没有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这2天心不在焉。玉屑，告诉我，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只是在想，若是有一天全世界都要杀你，我该如何带你逃？逃？玉屑，你忘了，我从来不逃，谁要杀我，我就先让他下地狱。哪怕那个人是皇上也不例外。
锦清，这药好生毒了，为什么要毁了它？小娘，这哪里是印记，这是悬在咱们母女脖子上的铡刀，哪怕皮开肉绽，也得把它除了。玉屑，你在书房里坐立难宁，是因为这抹红痕吧？现在它没了，你还会这样？江印谢，江印谢，本官还正愁抓不到你的把柄。你为了一个裴氏庶女，不惜灭了裴家，却不知这裴庶女竟是前朝余逆的种。大人，只要将此画之画呈给皇上，江家满门鸡犬不留。不急，江印说手握兵权，若无铁证，皇上未必信。派人潜入侯府，只要验了那林氏的耳后，这天就要变了。是，小人明白。天就要变了。青青，江南那边我置办了一处隐秘的宅子，过几日我送你和小娘过去避避暑。避暑？玉屑，是避暑还是逃命？严家拿到了裴府的残卷，皇上已经起了疑心，你明白吗？只要林氏在府里一天，我就护不住你。你护不住？那你看看我这耳后有什么？玉屑，我小娘那里也是同样的烧伤，严家想验，尽管来验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你什么时候做？在发现你不对劲的那一刻。玉屑，既然这天下容不下前朝血脉，那这世间便不准再有前朝血脉。你敢跟我去皇上面前赌这场生死局吗？皇上，江相人私藏前朝血脉，此乃滔天大罪，只要一验，便知真伪。江青，你可有异议？臣无异议。若裴氏妇女真有异心，臣愿亲手诛之。启奏皇上，林氏与江夫人耳后确有旧伤疤痕。不可能，那画卷上明明乃陈年烧烫所致，且伤口极深，绝非一两日所能造假。微臣看那伤势，倒像是当年裴大人为了掩盖什么，故意虐待所致。皇上，严大人为陷害臣妇，竟不惜伪造前朝画卷，诬没臣妾母女。臣妾母女在裴府受尽折磨，生父怕臣妾容貌过剩引人瞩目，才亲手烙下这耻辱之印。如今严大人却要以此置臣妾于死地，求皇上做主。皇上，严家父子屡次针对臣之妻室，实乃对朝廷重臣的羞辱。臣请旨，彻查严明私通裴府残余之罪。严爱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那画卷上明明……青青，疼吗？玉屑，你看着我的眼，再说一次，你要送我走吗？我不走了，这辈子死也死在一块儿。青青，你赢了，你连皇上都骗过。皇上没那么好骗，他只是在权衡，是留着你这个能干的侯爷，还是杀了一个名存实亡的余孽。而我只是给了他一个留住你的台阶。皇上驾到！裴氏，朕思虑再三，林夫人遭遇坎坷，如今既然查明并非余孽，朕决定封她为静安居士，入长生宫为太后祈福。如此荣宠，江夫人想必也会感念朕的厚恩。皇上，小娘身子衰败，常年需臣妾亲手调配汤药，若入长生宫，只怕福薄难受。江夫人，朕是疼惜你，长生宫近在朕眼皮子底下，难道朕还会亏待了她不成？臣妾代母亲叩谢隆恩。玉屑，他这是要用我小娘的命换你的命！长生宫那是人待的地方吗？那是活死人墓！我这就去请旨。他要的是权，我把兵权还给他，只要他放了林氏。不行，你若交权，咱们母女立马就会横尸街头。他怕的不是你手里的权，他怕的是咱们裴家身上流着的血。玉屑，帮我联络裴府以前潜伏在宫里的那些药眼子。既然他要小娘进宫，那我就送他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。皇上最近迷恋长生丹药，长生宫又是炼丹之地。玉屑，我要这天再变一次。
皇上，那丹药的味道是不是像极了当年裴府花园里的腊梅？你下了毒？臣妾哪敢？臣妾只是让小娘在您祈福的香炉里加了一味最寻常的沉香，香本无毒，可遇到您的长生丹，便是穿肠散。林氏无罪，其血高洁，赦免其所有罪责，准其随侯夫人归家颐养。青青，成了。成了，从此这世上再也没人知道我小娘是谁，我也只是你江玉歇的夫人。皇上，他……皇上受了惊吓，需要静养。玉歇，趁着他静养的时间，这京城该由你说了算了。姐姐、父亲、皇帝，只要挡我路的人都消失了。玉歇，这下我们真的可以白头偕老。江侯，父皇临终前特意嘱咐，前朝余孽乱我朝纲，你那枕边人裴剑清竟藏得如此深。你说朕该灭你江家满门，还是该……臣自知死罪，一切皆由臣起，但请皇上开恩，臣愿亲手了断。好，江一切，朕给你3日时间，3日后朕要见到裴建军的尸首入殓，否则江家老小一个不留。玉歇，皇上今日赏了你什么？看你脸色这般差。赏了1碗补药。青青，你最近身子弱，喝了它吧。玉歇，这药里加了什么？砒霜还是鹤顶红？是假死药！宁王拿到了密信，他要你的命，我没法子了。青青，你必须死！所以我费尽心机除掉裴府，最后还是要落得一个暴毙的下场。玉歇，你终究还是护不住我。恨我吧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哪怕你在江南嫁给旁人，哪怕你这一世都不再见我，我也认了。送往江南隐姓埋名，若他醒来要回京，哪怕打断他的腿，也得给本侯拦住。遵命。剑清，回屋吧，这边的天气湿冷。小娘，他说他护不住我，他亲手给我灌下毒药，让我像条丧家犬一样躲在这里。他是为了保你的命。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江侯爷亲自扶灵出城，哭得几次昏厥。哭给谁看？哭给皇上看罢了。他若真爱我，哪怕是反了那江山又如何？他选的是他的侯府荣华，选的是他的江氏一族，让他守着他的权势去吧。等着孩子出生，我裴剑清欠江家的便两清了。青青，江南的雪化了吗？你现在是不是恨透了我？宁王，你逼我赐死我的妻，这江山我不想要，你也别想坐稳。沈娘子，您的药方真灵，我这病拖了大半年，看了好些大夫都不见好，您就3涂药，我这身子骨就松快了大半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病好医，心难医，拿药去吧。是，多谢沈娘子，我这就去。玉谢，我会在这里等1年，1年后我会亲自回京，到时候我们要算的可不止这1碗药的仇。剑清，喝点汤吧。你看这孩子生得真是极好，尤其是这双眼睛，像极了他父亲。像他？记住，这孩子姓沈，不姓江。他那个当侯爷的爹早就亲手杀了他娘。剑清，你心里还是恨他。这1年，他派来送药送银子的人从未断过。他若真的要绝情，何必如此？那叫买命钱。他怕我回坏了的强城。小娘，我在这里开了3家药铺，这1年的利钱够买下半个京城的药材。我不需要江玉谢的施舍，我要的是他欠我的公道。江玉谢，
你想干什么？这已经按你的意思，杀了严家满门，替你平了冤，连裴府那点陈年旧案，这都替你抹平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还想要什么？臣要皇上写下一道密语：裴氏剑清乃是陈巡回的民间贵女，册封为一品相国夫人，其子为世子。江玉孙，你疯了！他已经死了，是你亲手灌的毒药，是朕亲眼看着他断气的，他死了，死透了。他没死，他活在臣的每一寸骨头里。皇上，写吧，写完了，您还能在这龙椅上多坐几年。进来。夫人，侯爷有令，请您归京。归京？以什么身份？以那个早死多时的暴毙庶女，还是以她的外馆？以大周相国镇国公江玉塑唯一的一品正室夫人之名。侯爷说雪化了，他亲自来接你。玉屑，原来你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。江大人，这一年京城的血洗干净了吗？这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孩子。玉屑，这一年我一直在想，我会过你当时没给我那碗药，那药只会让你沉睡3日。若我不送你走，你王绝不会放过江家。青青，为了今天，我杀了那么多人，连皇位都换了人做，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沈念。念我，还是念恨？念那一夜大婚，你将谢绪五花大绑塞在床底下的样子。玉屑，这辈子我算计了所有人，唯独算漏了你这个疯子。回京后，我要给你们母子一场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，不再有遮掩。你是裴剑清，是我江玉屑唯一的妻。玉屑，这次我是真的信了，这盛世我愿陪你在那最高处看雪。玉屑，你用这1年的时间杀空了半个朝廷，就为了给我换这一张名正言顺的废纸？这不是废纸，这是我给你杀出来的通行证。青青，这1年我每晚闭上眼都是你喝下药时看我的眼神，我宁愿让你恨我，也绝不能让你落入宁王手中。那你可知，在江南醒来的那一刻，我尽快冲回京城杀了你。我以为你终究是选了你的江山名望。没有你哪来的江山？我江玉色这辈子唯一的名望，就是做你裴剑清的夫君。玉屑，你赢了。既然你为了我敢把这天下翻转，那我便陪你回那京城，做着大周最尊贵的侯夫人。青青，回京后，我要让所有人跪在你脚下。裴府的旧址我已经夷为平地，重新盖了公主级别的府邸送给林夫人。光跪下是不够的，玉屑，那些当初看我笑话的人，那些想把我沉塘的人，我要他们一个一个亲自给我捧起红毯。好，随你杀，随你夺，本侯为你持剑，我的剑永远是你的。恭迎镇国公夫人回京，夫人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谢绪，你当初说我是你的妻，如今你瞧，只有能护住我的人才配做我的夫。启乐入府。太后娘娘传谕，感念江夫人诞下世子，特赐名为江承安，意为大家长治久安。玉屑，这次是真的没人敢拦我们了。谁敢阻我，我便杀谁。青青，这红妆你可还喜欢？喜欢。